能听见我吗？可能听见伴奏吗？能听见伴奏吗？没听到。那你们听到我说话是那个有回音的吗？若是月亮很美丽。没事儿，充会儿电，聊会儿天儿。若是月亮很美丽。今天染头发了，头发有点不自然。染完这头发，这也太假了。男朋友呢？那个肥里啊，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就是问我男朋友这件事儿，就是你们体会不到别人在上班这件事情吗？你身边没有人在上班吗？那个叫肥里的，我真心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周边没有上班的人吗？啊，就这个点儿，大家不都在上班吗？为什么要上班？为什么要上班？因为你除了上班，你没有出路啊，你没有出路。你没有出路啊，孩子。为什么别人不上班，你上班？因为你没有出路。你在家收房租，你在家收房租，你这么有钱啊？那你刷点礼物吧。你刷点礼物吧，你别装逼了，你刷点礼物吧，行不行？那个收房租的，你别装逼了，你刷点礼物吧。不上班可以下海呀，下海也需要长相和身材啊。去你酒吧没见着你喝酒，因为你消费不够。
就这个熊猫龙泽，你天天收房租，你消费不够，所以你来我酒吧我没看到你，你也看不到我，若是月亮也美丽。怎么哭了？哪只眼睛看见我哭了？哪只眼睛看见我哭了？够大呀！你最近这几个月都是在家直播了吗？这个问题的点在哪？我不在家直播，在哪儿直播？就你们问的问题的点在哪儿？我不都在家直播吗？谢谢上官瑞阳的礼物，上官瑞阳，经常看见你，但应该是不太说话那种，但我对你有印象。还有之前那个买衣服的啊，之前买衣服的，就是买那个就是那个小刀的那个衣服啊，就咱们就是那个申请一下退款，就是私信我申请一下退款，那个小刀的衣服这个咱们不做了，咱们就是不想压货啊，就是你已经付款了，然后你可以申请退款，私信我。涂总，我现在啥涂总我开，我以后就是要去上学了，就不是涂总了，以后就叫我涂同学。你们也珍惜一下我，珍惜一下我。过一段时间这个账号都不用了，上学以后这个账号应该就不用了，你们就得在那个小大夫那个账号上看我。若是月亮美丽，学什么去？学导演，学导演。学一下导演，咱们正规的学习一下，咱们也没学过，一直都感兴趣，但没学过。期待学成归来，归不来，学成了就不会在这个圈子里，就直接进公司了，就不会在这个圈子里，不会拍，可能还会直播，但是就是不会拍这些东西了，就得为自己未来做一些打算，就是可能不拍这个圈子里的一些题材的东西了，因为可能要签公司啊，上班呐，对吧？人家单位人不允许你私底下拍呀，对呀，是不是？可能还会直播，但是我这个账号，我觉得我应该会注销掉。熊猫里没有续集，有续集过几年的呗。现在龙二也不想拍，龙二
他最近在调整，最近1、2年，我觉得他也不会再拍东西了。我个人会这么理解，小茉莉，小茉莉拍完以后，他就跟我说，他就暂时不想拍了。注销这个抖音号了吗？对，可能注销这个抖音号。意思跟小大夫到头了吗？你从哪儿知道？我哪句话传达的意思是这个意思？爱我晶晶。咱们有些小朋友啊，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就是他的理解能力就出奇的怪，他出奇的怪，就是很奇怪，我就没往这方面说，他就往这方面寻思，而且，还很莫名其妙，怎么是到头了呢？异地恋不也是一种恋吗？还是可以等的，对，还是可以等，那再说嘛，因为小茉莉2说不定就拍前传呢，拍我跟那个狸猫的故事啊，对吧？那他不一定拍那个龙2的故事啊，对吧？下午好，你好，熊2还熊大呢，咱们把那个人认全了，人名搞清楚了，光头强呢？聊不下去呀，咱们聊不下去呀，对吧？聊不下去，打错字了，呵呵，知道你打错字了。龙2呢？龙2在哪儿？我不知道啊。我的直播间里，你问他干什么？他还不在我裤兜里边，我们又不是一家人，对不对？很期待相关作品，到时候再说嘛。有没有可能他们就是想被你骂一下？他们没有说想被我骂一下，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说想跟我说说话，但是呢，就是就问的问题吧，就没有的聊。医生是不是特别忙？他还好，他就是疫情的时候他特别忙，他疫情的时候他就各种点儿就是各种点儿，然后他就是要那个就是给人核酸嘛，那个时候他就是大夏天的穿很厚，他经历了2、3年时间嘛，核酸的时候，然后那段时间特别忙。现在也不忙，现在没有疫情了，然后再加上他又不是说专科的医生，他就不忙。我夏天穿八大款都要热死，热暑啊。在屋里还好啊，在外边确实是有点，因为他们就是总搞什么义诊什么的，就是这种东西。可能医院还在发展啊，就是医院在发展的话，其实就是会多跟那个就是相关部门做一些活动一些服务，就是给社区老百姓带福利之类的他们可能就这样。月亮还没亮。对，有的人他其实就是尬聊嘛，他不知道你在聊什么，他非得当啷来一下的。你跟龙2有续集没？我跟龙2有续集吗？是什么意思？我俩的情感生活还是怎么的？我俩情感生活有续集吗？还是作品有没有续集？CP 粉挺多，我其实很讨厌 CP 粉，
情感，我俩压根儿就没有过情感。其实我挺讨厌 CP 粉的，就是我觉得 CP 粉有点那什么了，有点就是就是会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已经，你比如说我跟小大夫在一起，他们就说啊，你这是得不到龙二，然后你找了一个替代品，这很神经病啊！我觉得很神经病。我们就是剧里的搭档，现实当中没有过情感的那种交集，没有啊，所以就是别太入戏吧，我觉得。尬聊不会说的是你，没有啊，没说你，有好多人是尬聊。可以入戏，我觉得就是戏完事儿了就完事儿了，就不要就是特别就是特别纠结这个事情。一件没给小大夫留，还有一件摆呢，我买了6件。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评论区里还有一种傻逼，不能说大下午的别被封号。你知道评论区里还有一种就是特别让人就是特别就是就觉得脑子不好的。你比如说，我知道其实大家会挺喜欢小大夫的啊，你们能懂吗？就是其实因为就是自从我俩拍视频以后，就很多人喜欢小大夫啊，然后有的人就在评论区里说什么啊，图图你那个把那个小大夫让给我，或者说就是啊那个让我摸一摸，怎么样的。我觉得这种评论我真心我就觉得是脑子不好啊，我就觉得这种评论是真心我觉得脑子不好。就是我理解你喜欢他啊，就是你也就是说觉得说他不错，什么我让给你，你摸一摸怎么样？就这种评论，我觉得你就是你脑子绝对有问题啊！然后还没事就发这种什么啊，好喜欢小大夫，你那个好喜欢小大夫，你让一让，你俩分手了，让小大夫跟我之类的。我这真的我就没就是腾出空来骂你。首先你脑子有问题，第二点呢，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你自己长什么德行你？啊，你自己长什么德行？你知道吗？第三点，你就情商你太低了啊！比如说，我看你妈长得好看，然后我让你妈和你爸离婚，然后我当你后爸，你觉得这话好听吗？你知道吧？就有的人他就是没脑子，他就是他没有恶意，他其实就想表达说，哎，小大夫真好，但是他表达的方式有问题，他就说啊，你那个小大夫让给我吧，啊，怎么样啊，小大夫借我，啊，还有人前2天有一个直播间里有一个人，他肯定是没有恶意，他说啊那个把小大夫借我 rua 一 rua，借我 rua 一 rua。我看到了，我就想骂他了，但是我就觉得人家没有恶意，但你就说 rua 一 rua 这种话，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你太没有边界感了，哎，就是没有边界感，你就是说话，你就是脑子有问题，我就觉得你这是啊，你妈好看，你让你妈让我 rua 一 rua，这是这么回事吗？啊？那不是那么回事儿，你知道吗？你这情侣的关系，我跟他是情侣的关系，能明白不？哎，我俩是两口子，我俩是情侣的关系。你说什么见你 rua 一 rua 啊，怎么样？你说你脑子不是有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吧？有些人他就就是这个表达就是太没有边界感了啊，情商对，就是情商啊，这些情商，所以就是有些人他说话其实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他不知道在表达什么，所以就是
你看我每天直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会，就是莫名其妙在发火。你们一进来就是我在发火，不是因为我脾气大，是因为总有一些就是特别刺眼的评论，就忍不住你想劝退他啊。你们知道，就是我在骂一个人的时候，我其实不是说，我不是说就是在就是就再怎么样，我是真的想让他滚啊，就不想跟他掰扯，我就直接想让他滚。我骂他就是想让他滚，能懂不？对，没办法，你知道吧？这评论区里这啥人都有啊。我真心觉得那种就是，哎，真的是脑子有问题。嗯，若是月亮还没圆。这衣服好看。一二一二，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为啥。现在唱会儿歌，这特别不好用，这破玩意儿特别不好用。染头发了吗？是的，很明显是吧？很明显，染头发了。你们听一下有没有伴奏啊？有伴奏吗？这应该没有伴奏。对呀，莫名其妙就没有。这个麦克风啊，我真的是我搞不明白，咱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原理，它这是干什么呀？你真是时好时坏，咱们就说，这真的是时好时坏，这破玩意儿。
我最新发的那个抖音，大家看了吗？就我今天被笑到了，我被笑到了。若是月亮还没来，确实啊，就是有些人他就是不工作，然后他钱从哪儿来？你关键你不工作，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我身边有好多人没有工作，或者说他们就是，就是暂时在放空自己。但你放空自己，我就很好奇，你放空自己，你为什么能全国的去消费去旅游呢？你们能懂吗？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有没有工作的时候，都有去放空自己的时候。就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不想工作了，哎，我出去旅游，或者说哎我最近我就是不知道前路在何方，我在家调整一下。但你怎么可能在别的地方就是出去旅游，然后又高消费，而且持续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你怎么可能呢？对吧？你们就仔细想一想，我就觉得很奇怪嘛。嗯，休息没超过1个月，是不是？但是我其实我也不是说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就是你知道我做完生意以后，我发现我身边有好多的富二代，但你知道我身边的富二代绝对不会就是我身边的富二代就我怎么说呢？就是我身边的富二代，他虽然说他是富二代，但是他也不是那种特别洋气的富二代，他可能是那种就是土豪啊，他是土豪，那他就不会就那种全国的那种就是就是你知道懂吧？我们接触的富二代就是他们就是去某个地方，他们也不拍照，你们懂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在拍照，然后放那个就是酒店的照片，然后出去玩的视频。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富二代，富二代其实都是蛮没有时间拍这些东西，但富二代真的是蛮有钱的，就是不太会拍，能懂吧？相反的，就是你拍出来的那些绝对不是富二代，嗯持续的能够几年几年不工作，然后到处玩吃喝玩乐的那种。你们知道，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有很多人以感情为事业，你们懂吗？这个圈子有很多就是以感情为事业的人啊。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曾经就是喜欢过一个名媛，我曾经喜欢过一个名媛，我那个时候我还不我还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网络的一个就是属于给别人就是评论的那种小粉丝呢。然后当时我就喜欢上一个名媛，她就是身材啊、长相啊、皮肤啊，包括衣品呐、都特别好。然后没事坐飞机啊，然后社交平台有一定的粉丝啊，反正各个方面都是挺优秀的。我追她的时候我就很自卑嘛，后来她莫名其妙就跟我在一起了，然后我才知道，就是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等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她其实那段时间是被其他的金主给踹了。然后呢，就是而且圈子里已经爆出来他骗钱，然后被赶出家门的这种事儿了。只是当时的我是一个比较
默默无闻的人，所以我接受不到这样的信息。多年以后，我看到了，就是有一些大 V 的博主就是在爆料这些事情，然后我就对照他的一些事儿，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跟就是就是他其实就是通过一些社交的一些平台也好，包括一些聚会也好，然后就结识那些相对条件比较好的人，然后就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就跟他们就是过日子啊，然后一出去玩啊之类的。但是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就会觉得说，哎，他怎么莫名其妙跟我在一起了？然后我就觉得说，他可能被我感动了。后续的我俩就在一起没多长时间，他就离开我了。但你知道我这人还蛮争气的，多年以后，他在就是网络上看见我了，然后他加我微信，然后到现在就是他还蛮佩服我的，甚至就是就是我再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能是因为我的眼界宽广了，我再见到他，我觉得他，哎呦，就是他现在还会用一些小招数想怎么着，但是他现在招数我一眼识破，然后也没有觉得说他不好看了，相反我会觉得说有点可悲，就是他接了一个电话，接了一个电话，然后你知道，我直接往下讲啊，现在就是他对我做一些所谓的就是那些引诱啊，在我心里就是一点波澜都没有，而且我就说这个招数他还在用，不觉得心急，我相反我会觉得很心酸，因为他比我大，他是80后，然后我们几乎不是一个同一个时代的人，但是呢，我就属于他们的后辈，然后现在我这辈已经老了，但是其实他比我这辈还要老一辈，但是我发现他用的招数和他的那些为人处事的那个能力还是停留在上一辈，所以我逐渐的我也会觉得他还蛮，哎呀，就是有一点点心酸，就有一点点小心酸。他过来了，对你知道吗？就是我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吧，大郭也在，我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我觉得我讲过，我讲过就是讲过好多次。就曾经我在那个我20岁左右的时候我应该是20岁左右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普通的一个饭店的服务员，就是我20岁，就是2010年吧，2010年的时候，2010年，然后我20岁嘛，我2010年20岁，然后我当时就是做服务员，然后后来就接触了那个新浪微博，然后在新浪微博里边就是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个身影其实是我们那个年代有一个叫 BF99的一个同性恋社交网站，然后我在新浪微博里边看到一个就是在 BF99的一个我喜欢的一个男神，他就在新浪微博注册了一个微博嘛，然后我就关注了，关注了以后，我就看他发朋友圈，就发那个微博嘛，然后当时他好像是
找了一个男朋友，她跟她男朋友，然后好像去了外地生活，就是离开哈尔滨了。离开哈尔滨，然后我看到那个微博，正好是她跟她男朋友坐飞机，坐大飞机。我那个时候还没坐过飞机，当时觉得坐飞机好洋气的，啊、20岁的时候，然后就看到她发那个新浪微博，后来因为一直在关注她的微博，后来就看到她跟她男朋友，大概在一起半年左右、1年左右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一些矛盾。因为她是一个比较明远的一个人，所以她把所有的矛盾都会分享到新浪微博，所以我就在新浪微博里看她的生活，然后看她跟她吵架呀，然后一个人在那个上海的街头不知道要去往何方啊，就那种，所以就是每一次她发布一些消息的时候，我的心都跟随着她，因为喜欢嘛，就觉得我觉得那种感觉大概就像你们喜欢龙二那种感觉，就是就是当时的我就是你们，然后他就是当时的龙二，就是具有那种粉丝和那个网友的那种距离感，但是真的蛮吸引你的。然后大概过了1年左右，然后我那个时候就21岁的时候，我就不想做服务员了，我就想做领班之类的。我就克服自己，因为当时我是个特别 I 的人，后来我就克服自己，我就做了一个饭店的一个领班，然后我做了大概大半年的领班的时候，突然就是好像是我，好像是我当时就在哈尔滨就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就说那个要去我这捧场吃饭，因为我是这个店的那个店长助理嘛，就是所谓的领班。后来他就带着就我当时的男神过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男神跟她男朋友分了，然后就回到哈尔滨，再见到男神，这个男神就是就依然会很牵动你呀，然后就是他的外形其实是络腮胡、浓眉毛，个子小小的，但是又有一点小壮的那种，就是又可爱又爷们儿，然后衣品又好。再见到他时候，就是我其实还蛮开心的。后来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就在找工作了，他找工作，然后有一天因为我俩已经有了那个 QQ 了嘛，我俩那个时候加了 QQ，他发了那个 QQ 的说，他说今天没吃饭，好饿，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在我知道的一个商场里边卖衣服，他做售货员，后来我就是那天我休息，我刻意的就是去他那个商场旁边的一个超市里边，就给他买吃的，买完吃的，然后我就问他你在哪一层哪个品牌，我就给他送过去了。我记得当时我就是心跳的特别厉害，那是我第一次单独的跟他见面，所以我拿着一堆吃的，走入那个商场，那个商场其实算是高级的商场，我就特别忐忑的坐上那个电梯，坐上那个扶梯。那个因为是高级的商场，所以扶梯的旁边是玻璃。我就在坐扶梯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然后我就看着旁边的玻璃，我突然发现玻璃镜子里边的我，穿了一件特别不合身的，还不是羽绒服，是航空棉的那种棉服，又大又丑，然后羽绒服上又有点脏，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有青春痘，看着镜子里的我就无地自容，我就在犹豫我要不要给他送过去，因为那是自己的男神呐、你就这个状态，你去给男神送，就是你很自卑。后来我就犹豫了好久，我还是硬着头皮上去了，但是我特别紧张，特别紧张，我就找了好几圈，我都没找到他的店铺。后来我大概找了将近半个小时，我没好意思问他，因为我会觉得说你连个店铺你都找不着。
然后但是后来我实在是找不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你店铺在哪里？后来我就见到他了，见到他以后，我记得特别清晰的是什么，就是，我去见他，然后我把东西放在他的那个收银台那儿，我说我给你买了一些吃的，但是你知道我当时的那个状态就特别不自信，我不是那种给你买了一些吃的，我不是这样，我是这给你买了一些吃的，就是你紧张的时候，你的声音是小的，然后你不敢开啊，谢谢啊，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你知道吗？就特紧张，你知道吗？特紧张，男神的，就是男神就是你特紧张。后来就是，然后当时我其实，因为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他一早上没吃饭嘛，他有一点点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人早上不吃饭，你一说话其实是有一点点口臭的。我当时我特别清楚，是但是有口臭，但是也没有特别在意，你知道吗？没有特别在意。然后这个时候我说那你快点吃吧。然后他这个时候就来客人了，他就在那招待客人。然后呢，他去招待客人啊，然后我就在那块坐立难安，因为我也没坐着，我就在那块站着。然后再加上外边下雪，然后我就低头我看着我自己的那双比较脏的一双鞋，然后上面沾着，因为外边是下雪的嘛，然后再加上里边温度比较高，雪水就化了，那个地上全都是我的泥脚印儿。然后我就在想，哎呀，这怎么办？然后我就自己去那个旁边的那个库房去找那个拖布，结果还真让我找着了，然后就在那拖地。他在这块招呼客人，他看了一眼我，哎，你不用，我等会儿我自己拖就行，没事，我就帮你拖了呀。拖好了，我就拖好了，拖好了以后，然后我就，对啊，我拖好了，拖好了，然后我就，因为他还没招待完，然后我就拖好了以后，我把拖布放在那儿，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很多余，我就灰溜溜的我就走了，知道吗？就是，所以我特别能懂你们，就是喜欢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包括就是什么网友什么男神呐、什么什么粉丝啊这种感觉我特别能懂，因为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后来呢，其实逐渐的我们接触就多了嘛，我们接触就多了以后，然后他又来吃饭了。他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就说跟他喝点酒就是一大帮人喝酒。然后因为喝酒可能状态就会好很多，然后他也就是跟我走的关系就比较近嘛。然后你知道，就是那些名媛特别善用的一个招数，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所谓的名媛特别善用的招数，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暧昧。我给大家分析一下，那天场合其实是这样的，他带着两个朋友来我这儿吃火锅，我上班然后陪他们喝酒，然后结果呢，就是那俩人就是故意的坐在一边然后让他和我坐在一边这个时候呢，你坐过来以后，他就会帮你起酒，你像男神帮你起酒然后紧接着，然后他就在那个酒桌上，然后就是比如说看你喝不了，他会帮你挡酒。然后朋友之间就是那俩人就是开玩笑，就说，哎，你俩处对象得了，他就在那块笑，他说，哎，那个怎么样，就是他也没拒绝，他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就是说，他其实对我有意思的，他在保护我他就是很照顾人，他肯定对我也有好感，所以就喝完了以后，然后他们就要去另外一个场，就是去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去酒吧，那是一个直人吧，就蹦迪吧，然后他就在那里喝多了，他特别开心。当时我就觉得说他在酒吧里就是像一个快乐的小精灵，
我第一次去酒吧呀，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妈呀，这有啥好的？叮咣的，吵死了，这耳朵都快震聋了。他在这块快乐的，就是那个时候东北还流行那个社会摇呢，然后他就跟着音乐在那块社会摇，怎么样的？然后就喝多了嘛，他就喝多了。出来以后，其实那天我没喝多少，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懂没懂那种感觉，就是你们跟没跟男神出去过？就是人家仨是一个阶层的人，就是那仨都是有钱的啊，或者说就是有点小钱的，你就是一个臭打工的，哎，你就是一个月薪不到3000、4000的一个小孩儿，哎，人家去那块儿一消费，一顿酒都2、3千，人家就玩的特别开心。相反，你到那种场合，一是你放不开，二是你不好玩，三是你压根融入不进去。人家聊的东西，人家玩骰子，你融入不进去，你就像一个傻子一样，然后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该走还是怎么样，你全程在陪笑傻笑，你融入不进去，就好像就是王宝强跟着那个，就是就好，我当时就好像就是王宝强那个角色，就是融入不了这种就是那种氛围，也体会不到那个开心，然后你又特别尴尬，就是在陪着。结束以后，他们喝的特别开心，你甚至都没有碰到几杯酒，因为人家也没有跟你喝酒的，能懂不？就是你真的融入不进去。没有人敬你酒，你比如说，就是你现在，我说实在，我现在去酒吧，那个或者说吃饭的时候，很多人就敬你酒，或者说拉着你喝酒，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哎，你是我的好朋友，或者说白里屠夫长得真不错，听说还挺大，那他们就愿意跟你喝酒。但是你就是穿了埋了吧胎的，完了你就是一个小臭打工的，然后你也不好玩，你怎么人家敬你酒干什么呀？人跟你聊什么呀？反正你就像个傻子一样，你就陪着。他们喝多了，玩开心了，然后走的时候，然后他俩就打车就走了，然后男神就喝多了，喝多了，然后我就扶着他，我就寻思我给他送到酒店去吧。结果呢，那个时候就是10年的时候，11年的时候刚开始流行，就是说住宿要身份证，就是在这之前其实都不要身份证，好像是11年突然就开始全国的要普及了，就是有那种就是要身份证登记，之前不用。我们起码我们黑龙江哈尔滨那个时候是没有那么严格。然后我就说那给他开个酒店吧，对吧？然后那个时候突然就他也没带身份证，我也没带身份证，他又喝多了。然后我说那怎么办呢？那就后来我就给他找了一个小旅馆，后来我就给他安排到小旅馆，因为他喝多了，我还记得那个画面，那个小旅馆就是大概30-40一晚的，30-40一晚，然后里边有那个无线电视，然后那个厕所都在走廊里边，然后就是地下室，然后我就把他扶到里边，我说你不介意吧？他说不介意。紧接着他进屋了，他就躺在床上了。躺在床上，我记得那个时候的画面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知道那种小旅馆，它其实灯它都是不太亮的。我记得我开了一盏小灯，然后把它放在床上，然后我就开始给他脱鞋。他穿的是新百伦的一双，就是新百伦那个年代流行新百伦嘛。然后穿着一个小白袜，穿着牛仔裤，然后我就给他脱鞋，然后脱袜子、脱裤子，然后我就在照顾他，然后边脱他边在笑。然后我说你笑什么？他说没什么。后来我就给他脱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说你睡觉吧，他说有点渴。后来我就去就是那个这店的那个门口，它就是一个卖水的地方，然后我就给他买点水，让他喝完了以后，然后他就睡着了。他是以一个大字形睡着的，那张床也就是1.3米、1.4米，所以他一个大字以后，我基本上就没有地方睡了。然后我就在
它的大字的旁边的一个三角区域，我就蜷缩在那儿。后来一晚上啥也没发生嘛，第二天我就是没怎么睡嘛，我几乎第二天醒了以后，我就带他去吃馄饨，然后在吃馄饨的时候，他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他发了一个新浪微博，他说感谢范同学昨天接我回去，但是你把我睡了，你知道吗？紧接着又艾特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有新浪微博了，他就在他的新浪微博里面发了这么一个新浪微博，配了一个我的手。其实我没睡他，但是他为什么要就是发这个新浪微博？这个就是名媛的常用的招数，还是那个招数，暧昧。为什么呢？因为你没睡他，但是他能发这么一个新浪微博，然后就艾特你，代表着他想把你公布出来，他是认真的。你们能懂不？对，就是误以为就是肯定你了，所以这是名媛的惯用的招数。当时我看到这个新浪微博，我恨不得我卖血我养他，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哎呀妈呀，苦尽甘来了嘛是啊，哎呀妈，男神居然发这样的东西，我太就是当时我就是哎呀按耐不住自己的喜悦，然后我就说馄饨够吃吗？不会吃我再给你加一碗，知道吧？哎呀妈，当时就是哎呦我的妈呀，你都疯了，你就是哎呀妈呀，就是飞上云端的那种感。然后后来，然后他回家了，然后上班了。然后第二天，因为他那个，他说他喝多了，然后我又去接他，然后怎么样？他说想请我吃个饭。我寻思，妈呀，今天是我俩单独相处的日子？哎，然后我俩就吃了个饭，然后晚上马上吃完饭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自己没现金，然后我不能让我男神给我买单，而且人家就是说，那人家话是怎么说？说昨天你接了我，今天晚上想请你吃个饭，谢谢你。但是临买单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你心爱的男神去请客吧？然后我自己就没有钱，后来我就拿着我的银行卡，找了将近2公里的路吧，因为就是你得找自动提款机啊，然后就寻思取点现金啊，找了2公里的路，然后取了600块钱，付了将近300块钱的那个饭钱，后来就走。临吃完我付完钱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他说晚上你没什么事儿吧？没事儿啊。哦，没事儿，你跟我回家呗。啊，方便吗？说什么呢？啊，你知道吗？哎呀，男神呢？我要去男神家里嘞！哦呦，他还邀请我，然后我不去还不行。我想，哎，这个发展的就是太过于平顺了，我就是很开心的，很开心。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就按耐不住心里的小激动啊，然后我就跟他回去了。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因为我们打了一个那个车嘛，好像是出租车还是什么车忘了，应该就是出租车。打了一个车，这个时候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喂，啊，我在回家路上，呃，他欺负你？行，你在那等我，我过去收拾他。嗯，好，好，怎么了？啊，没事儿，我有一个朋友，他的上司是跟我认识，但是他上司也是 gay，然后就有点灌他酒，正好这个上司他挺怕我的，我过去帮他解解围。哦，那你要过去啊？等会儿我把那个家里密码告诉你，然后你就直接进去就好了。哦，好，你在家等我就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你去忙呗。
不用管我。就这样，他就出去解决事儿了。然后我就那个上那个他的小公寓里边，他的小公寓里没我家大呢，他那个小公寓也就是30多平，就那种特别标准的小公寓。特别标准的小公寓长什么样呢？就是一进门是个卫生间，卫生间的对面是一个开放式厨房，开放式厨房那个连微波炉都没有，不是连电磁炉都没有，就是那边是空的，然后这边有个洗水池，然后再往这边是一个床，再往那边是那个窗户，就这么一个公寓。我进去以后，一进去他家真的好香啊，就是你知道男神家里边都是香的，哎，但是呢，紧接着你进去以后，然后你在男神的家里，然后你闻着男神的那种香水香氛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在这里边左看看右看看，然后站起来看坐起来看，后来你发现洗手池里边就是洗菜池里边有好多的那个没有洗的碗，这个时候不就是表现的机会吗？男神太累了，有这么多碗没洗，你这个时候你的表现机会来了，你赶紧洗碗呢。然后我就二话不说，我穿上拖鞋我就在那洗碗，洗，完了把家里又打扫一下，哎，咱们就是马上就是为人处事，咱们有眼力劲儿，哎，咱们就马上给人收拾一下，收拾完一下，哎，咱们紧接着怎么的，继续的端坐在那儿，仿佛一切没发生，就在那块儿，随时以防他推门而进，咱们一定要摆好一个你自己最好看的角度，门在那儿，我最好看的是这边脸，我要是这样做的话，就是很帅，反正呢，哎，咱们就很做作的坐在那儿。后来你会发现，他怎么还不回来？然后，因为我是穿着那个皮鞋，然后穿着那个袜子，我说那他索性他也不回来。然后因为我穿皮鞋袜子肯定会有一点点味道嘛，那我说趁这个阶段咱们把袜子洗了吧，然后明天咱们上班的时候就能穿嘛。我就去洗袜子，洗完袜子，然后我就拧巴，然后我就搭在那个洗手间里边了，还不回来，我寻思那我躺在那儿吧，等他回来的时候看一个男人躺在他的床上，这种画面感或许也会好一点。所以我就躺在那儿了，然后我虽然躺在那儿，然后我留了一盏灯，然后我就眯着眼睛在等他回来。结果到了凌晨2点左右，我其实都已经睡着了，然后但是我听见门的声音，然后我就知道他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我就特别激动，马上要开始了嘛，要发生一些，对吧？跟男生发生一些什么事儿了，然后我就特别的期待、激动、忐忑，哎，怎么慌张？然后我就假装睡着，我就闭着眼睛，微笑着。这个时候我突然就不笑了，为什么不笑了？因为门外是2个人的声音。他刚才还想灌酒，被我镇住了吧？还是你厉害，哎，那个人睡着了，可能是吧。你小声点，你等会儿你就赶紧别洗漱了，直接就睡就好了。行。你刚才你就是应该劈死他呀！哎呀，下次有这种事就找我。俩人，我就真的从微笑唇变成了。就真的，我特无语，我不知道该怎么，尴尬死了，然后我就在那块躺着，然后但是我还不能，对吧？我不能怎么样，后来然后他俩在床上还在那块说话，就说
就说他俩的那些就是生活嘛，就怎么样，然后我就说着说着，他俩就睡着了嘛。那个场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在最右边，他在正中间，那个朋友在左边，3个人睡一张床，拥不拥挤咱们就不说了。3个人盖一个被子，肯定是有一个人盖不到的，就是我就是那个盖不到的。这大冬天的给我冷的呀！哎，你连个被角都不给我，你是人吗？你俩是人不？你说我想装睡我都装睡不了，知道吧？哎呀，太冷了，你连装睡的机会都不给我。好，那我不装睡了，但是我又不能特别生气的走开，显得我这个人格局不高。我鼓起很大的勇气，我坐起来，然后我慢慢悠悠的，我下了床，然后开始静悄悄的在那穿衣服。我本以为我可以体面的离开，但是我的袜子没干，我不能把袜子留在这儿吧？而且你知道光脚穿皮鞋的感觉吗？我肯定得穿着袜子，但这袜子是湿的。我揣兜里，大冬天的揣兜里也不行，我就硬着头皮把袜子穿到脚上，然后我穿着皮鞋走的。他家又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小区，所以呢，那边我又打不着车，我就在大雪当中，黑夜里边，我走了将近半个多小时。你要记住，那是冬天，而且你穿的是一条湿袜子，不知不觉你的脚就麻了、木了，没有知觉了。好在我找到了一个小旅馆，我就住下了，因为手机没电了。然后那个时候的手机还是那种万能充，还是那种万能充。你手机没电了，你就得把电池抠下来，然后拿万能充去充，所以他给你发消息你是看不见的。我醒了以后都是12点了，人该退房了。紧接着我去上班了，上班了以后，然后我就把手机电池安上了，然后上面就有短信，还有他的道歉。他说：“哎呀，真不好意思，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他说：“我对你没有那个意思。”我觉得你道歉就道歉，你就说：“哎呀，真不好意思，那个是我的好朋友，你别多想。”他叫我不要多想的是，我对你没有那个意思，知道吧？我操！行，行，我不想再搭理他了，我这辈子我都不会再搭理他了。这个人就做事做得太绝了。那干嘛让我去你家呢？让我去你家就是为了给我一堆碗让我刷吗？你对我没有那个意思，你家里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去的吗？我当时我就心里特别气愤啊，我心里特别气愤啊！我说你家里随便一个人都能进去吧？对啊，你没兴趣，你干嘛让我去你家？我就不想搭理他。紧接着他晚上的时候，他又给我发消息，他说你真生气了？没有，没有。那晚上我想吃火锅，你要陪我吗？不了，我晚上可能还要加班。那你就是生气了。昨天那个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我俩是姐妹，不可能发生什么，你都想了。你看你一天不理我，我心里都不太舒服。你别多想行吗？哦，是姐妹啊，嗨，我没多想。
想吃哪家火锅呀？是在我店吃还是出去吃？都行。今天晚上你去我家吧，我家里肯定没人了。啊，行，吃完火锅再说吧。哎，咱们就去了。吃完火锅了，又去家里了，家里果然没人了，睡觉了，睡觉了，睡觉了，然后啥也没发生，咱们啥也没发生。第二天我要去上班了，然后他跟我说，最近好累啊。为什么累啊？那个时候我已经抱着他了，我抱着他说，我说为什么累啊？不知道，想出去旅旅游。哦，但是我现在在上班，我没时间陪你啊，你不用陪我。等我回来找你吧。好啊。你抱着我。啊？你抱得紧一点。哦，我就抱着紧一点，然后紧接着我就洗漱，我就出门了，然后紧接着他出去旅游了，他出去旅游，然后紧接着他就在沈阳旅的游。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我俩就算是确认关系了。有一天晚上，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他喝多了，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不是朋友圈，还是新浪微博，反正我看到以后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然后他不接，然后紧接着他接了以后，我说，哎，你喝多了？你发朋友圈我看见了。没有，我就是发给别人看，我没喝多。你知道吗？今天我在那个沈阳这边有个好朋友请我唱 KTV，这 KTV 啊真的太大了，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 KTV。哎呀，那个人特别有钱，特别有钱。你看你都这样了，你赶紧回去吧。没事，你不用管我。他还送了我一个包呢，你知道吗？第一次见面就送了我一个包，虽然是个钱包，但也好几千呢。谁送你包啊？你现在在哪儿呢？我实在不行我去接你吧，赶紧回来吧，你别喝了。不说了，挂了。要是送的包又有钱，他又喝多了，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然后我这边下班了，然后我就买火车票。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铁，火车大概就是5个小时到沈阳。我就买了一个特快沈阳，然后我就到那儿去找他，然后我手机又没电了，结果我就好不容易就是找到一个手机充电的地方。我问他我问他你在哪儿，他说他已经在酒店了。我说你在哪个酒店？他就告诉我一个酒店，这个酒店又是在沈阳全国连锁的。然后我找了一家，他不在这儿，我找了另外一家，他也不在这儿。后来我又充一会儿电，然后给他打电话，因为那个时候的手机都是那个万能充，我给他打电话，他说我在哪儿了，然后就发现那是我第一个去的酒店，他就在那儿，然后我又折回去，他告诉我房间号，然后我就去想把他拽回哈尔滨，结果我上楼大概是5楼，然后他告诉我房间号大概是50多到多少，然后我刚要到门口的时候，我突然听到里边有他的声音和别人在对话，我一下气我又上了。你前有把你闺蜜叫到家里，后有你跟一个朋友开酒店，然后让我去接你，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我就想问一下你什么意思？你
你跟别人开酒店，然后里边还有一个人，你让我去接，你干什么？我特生气，我就在里边说，我说我来了，走吧。走什么？你进来啊！里边不是有人吗？我就不进去了，你赶紧跟我走吧。我没说要走啊，这是我朋友，你进来说。你朋友真多，那我就不进去了，有人在照顾你，我就先走了。爱走不走，以后别联系了。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就走了，我就走了，然后我就从此以后就不再想，就是再也不想跟他有瓜葛了，啊，再也不想跟他有瓜葛了。紧接着1年我们都没有联系了，啊，1年都没有联系了。然后12年了，这已经到12年。12年其实我在哈尔滨的新浪微博圈，我有一点点小人气，就是小小的知名度了。那个时候我就出场了做网红的那种优待，因为哈尔滨那个时候，就是玩微博的也算是比较少吧。然后你又做一个博主，所以就是算是潮人弄潮儿，所以很多人就是围着你了，然后你就稍微有点人气了。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也稍微一个月能赚个3000块钱左右了，也是升级了。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朋友喜欢我，但是我不喜欢他，因为他又高又壮，我是喜欢又矮又可爱的，他是又高又壮的，然后他可能拿我当零了，但是我其实喜欢比较可爱的这种，所以但是我又没明说，我又没拒绝人家，因为他也没跟我去表白。然后我为什么知道他对我有意思呢？就是突然有一天我也是发了一个朋友圈，因为那个时候吧，我是做那个饭店的那个前厅部的那个楼层经理，然后我就穿着皮鞋，扎着领带，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也没多少钱，然后买的皮鞋都是那种不太好的皮鞋，就是大概50块钱左右的那种皮鞋，又硬，然后再加上我脚出汗，然后有的皮鞋它不是皮的呀，它是革的呀，然后它就有点烧脚，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还因为脚出汗，然后你就穿皮鞋，所以就是我那个时候吧，就是心血来潮，我就把空气清新剂往那个鞋里边喷，因为我脚出汗，然后又穿着革的皮鞋，革的那种鞋，所以它脚会有一点点味道，我就把空气清新剂放在那个就是喷一点在那个鞋里边，后来那空气清新剂它好像有点腐蚀性吧，反正就是把自己的脚就是脚反而就烧到了，就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你的脚就是又好像又泡了，然后又有一点点那个就是没有烂，就反正就是有一点点脚有一点点腐蚀，然后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这个鞋就得扔掉了，怎么样？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有那个微信了嘛，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结果就是那个喜欢我那个人看到我的微信，然后就下午的时候，我中午休息的时候，因为我们餐厅都是2点至4点休息嘛，他2点至4点的时候叫我出去，然后我说怎么了？你不是发了一个朋友圈吗？我去服装城给你买了一双鞋，这鞋也不知道适不适合你上班穿，但是这是唯一的黑色的鞋，而且这个鞋特别软和，应该也透气，你拿着吧。哎呀，这我怎么好意思啊？你拿回去吧，我不要，我是按照你
你的号买的，你要不穿我也穿不了啊，我穿45号的鞋。这得多少钱啊？没多少钱，还没多少钱，这皮子这么软，你收下吧。谢谢啊，改天我请你吃饭。那你上班吧，我先走了。好，拜拜。啊，就这样，就是我那个时候也出场那种，就是，哎呀，就那种所谓的网红粉丝的那种状态了啊，就是反正有人开始送我东西了，然后我就知道他其实是对我有好感嘛。紧接着过一段时间，他就过生日了，过生日他就说想请几个朋友一起来吃，啊，他想请几个朋友一起来吃，然后那些朋友吧，我基本上全认识，然后那就说那找别的餐厅还不如找我这个餐厅，然后就在我这订了一桌，订了一桌，然后就是前2天，就是在生日的前2天，因为我一直在关注那个人的，就是那个网红的那个就是微博嘛，然后那个微博他大概的意思就是，就是他又跟一个所谓的一任分手了，然后他又要回哈尔滨了。在这之前的1年，他其实去了广州，然后他马上要回来了。然后我看到以后，其实我心里是有波澜的，因为毕竟你跟你的男神曾经可能要在一起，就那个就是那种不甘，心里其实是有波澜的，但是我什么都没说。紧接着他就发朋友圈，他就发新浪微博，他说倒数就是回哈尔滨的倒数什么第一天倒数最后1天之类的。完了紧接着他到了以后，然后他在机场，他就说他出发的时候他就发了一个新浪微博，他说马上要回哈尔滨了，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会来接机呢？如果来接机的话，我就跟他在一起。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心里在想，这招用不烂吗？啊，谁接你就跟谁在一起，你是怎么了？你怎么这么随便？心里我就生暗气。但是呢，其实我是想接他的，但是我看到他发这个东西，我就挺生气的，然后就不搭理他。紧接着他到了以后，他发了一个新浪微博，他说：“哎，已经到了，没有人来接我，哈哈，看来我要跟我自己在一起了。”我心里在想说，真的是无时无刻都不在发这个新浪微博，你是想让多少人知道你的私生活？真的是，然后我就特别生气。紧接着晚上的时候，就是他到这了以后，然后他就有一些朋友一起喝酒，他又发了一个新浪微博。那个时候的新浪微博比微信还要频繁啊。后来他就发了一个新浪微博说啊，喝好多，刚来的第1天就喝多了之类的，反正就是发了一个定位，是哈尔滨的一个 KTV 啊，喝多了，然后他又发了一个，就是这么一个消息嘛。我就因为那个时候我在上班，然后在加班，后来等我下班了以后，大概12点左右，等我下班了大概都12点左右了，然后我躺在床上，然后看手机，突然发现有人给我发新浪微博的私信。这个私信发了新浪微博的私信给我，我一看是他，他说本以为你会来接我，看来是我想多了。然后我心一下就被他揪起来了，我就在想，原来他是发给我看的，原来他心里一直有我，这样，哎呦，
我现在想想，真的就是我会觉得说，哎呀，你戏也太多了吧？人家不是发给你看的，人家只不过是光撒网，然后看看你没上钩，人家就是提醒你一下怎么样的。当时我真的就会觉得说，对，那个时候就是完完全全自作多情。我相信你们也有这个经历，或者你们现在没有，你们以后肯定会有。他给我发，然后我说，我今天在加班，就我在按捺自己的这个兴奋。他说，算了，我喝多了，喝好多，回不去家了。然后我看到这儿我就有点着急了，但是我还没回。他说他又发了，他说你在哪儿？好想见你。就这样，他给我发了3条信息，我整个人疯了，我周起被我就起来了，我就大概的我就着急啊，我说他都喝多了，我得去接他呀，我得去接，然后我就打个车，然后我就去那个 KTV 那个门口，我就说，哎，你可以下来了，我就在门口，等你。这就是宿命，你知道，这就是宿命。哎，我当时就觉得我俩，哎呀，就是别折腾了，反正他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他，你知道吗？就是，哎呀，当时就是自作多情第一名，哎，咱们就是特别那个什么，哎，去了，一会儿他摇摇晃晃下来了，摇摇晃下来了，下来以后呢，你没事吧？笑什么呀？我在笑我自己。怎么了？兜兜转转，还是你啊！你说什么呢？我一直也没离开你。走，我扶你。你知道吗？他这句话就太他妈给力了。哎呀妈，兜兜转转就是还是你，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这种宿命感，就是有一种就是无形当中的，就是说，哎，算了，就是你了。然后他又会有一种责怪的意思，就是说，这么长时间你不理我，你不担心我吗？就那种感觉，就是抓心挠肝，你知道吗？这个名媛呢，就是这种暧昧的这种小手段，就给你抓心挠肝，就是让你会，哎，自愧，就是惭愧不已，哎，就让你觉得说，哎，行了，别说了，都是我的错，我今天我就是我认个错，怎么样的，你知道吗？咱们就是说这些名媛就太会了，恨不得心都给他。心都给他。后来我就，对吧？我就带他，然后我就带他睡觉去了。睡完觉以后，第二天啊，就过生日了。过生日了以后，没有，第二天醒了以后，然后我们就聊天聊。他说最近他要参加朋友的一个生日。什么生日？谁的生日？就那个谁谁谁，你认识吗？你参加他生日？他就在我那儿办的，不是明天吗？对啊，你跟他认识啊？你现在很红啊，红什么呀？你不知道，他现在对我可能有点意思。你看，你现在很红啊，没想到啊，这几年，你说，怪不得不管我了，有多少人追你吧？我都说了，我心里还一直有你，最好是，就这样。然后
紧接着啊，过生日了。过生日当天，我就早早的去了嘛，就是大概是因为他们是晚上的餐，大概是因为我们是2点至4点在休息，啊2点至5点在休息，5点多其实我们就是在备餐，就在打扫卫生啊，我是在检查卫生啊，然后厨房在备菜啊，然后我就在那块等，然后结果他们5点多就到了。首先来的其实就是那个对我有好感的那个小孩儿，然后他们就带人，然后我就告诉他们包房就过去了。后来我在人群当中我就看到那个网红，我看到以后，然后我就笑一下，他也笑一下，我们也没怎么说话，就上去了。上去以后，然后他们就是先在那块吃饭嘛，吃饭，然后等我去的之后，然后我一推门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多人在灌那个网红的酒。大概的情景，我给大家那个模仿一下啊，就是当然我这是我的臆想，我没在那里边，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后来的臆想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哎，大家都到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那个是那个谁，大家都知道啊，他是那个大网红啊，大名媛啊我知道他，我之前还关注他了呢。你不是去那个广州了吗？回来了。啊，哎，就是他。听说他都是那个骗金主钱，混不下去才回来的。真的假的呀？他们回来肯定就是这么回事，可不咋的。怎么还请他了呢？谁知道呢？你知道吗？反正就是大家对网红其实都会有一点点敌意。都会有一点点敌意，就是他过来了，然后就怎么样？那咱们一起喝一个吧。等一会儿那个百里屠夫就进来了，来喝一个。哎，他们就喝一个，喝完一个，然后那个紧接着他们就开始敬那个网红酒。哎，大网红敬你一杯酒。然后你知道他们就特别使坏，这个敬完了以后，他刚喝一杯，然后紧接着下一个又敬，来大网红我敬你一杯，就灌他酒。灌他酒，然后正好我推门进来了，我看别人灌他酒，我就气我就上来了，我说敢碰我的人死，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是那种就是恋爱脑嘛，我进去我就说看明白了，然后我就坐在那，哎，等一会儿，然后我说咱们一起喝一个，他们跟我喝酒呢，怎么就跟你喝酒啊？我不能喝吗？来，你这杯酒给我。你们跟他喝酒啊？我帮他喝一杯来。来，这个大家不知道啊，我宣布一个事儿，那个我俩在一起了。前2天我俩在一起了，他回来，然后我们就之前其实就有好感，然后现在误会解除了，我俩就在一起了。这以后就是我对象了大家多多担待。然后你知道，就是脸色最难看的，其实就是那个对我有好感的那个送我鞋的那个。然后我都不知道那个怎么过去的你们都不知道那个是怎么，就是那个阶段是怎么，反正就是只要别人灌他酒，我就帮他喝。我说来，怎么样？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那天还真的有点喝多了，然后一大帮人就是喝完这一场去 KTV 了。你知道我喝多了，我就出洋相，我就干那些不是人干的事儿我就干那些就是不是人干的事儿。我喝多了嘛，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不怎么喝酒，
喝点马尿，不知道自己天高地厚了。人家在那块儿，人家过生日，本来人家寿星，人家就喜欢你，然后你跟别人宣布在一起了，结果我俩去了以后，因为酒精作祟，我居然在 KTV 的沙发上跟那个网红啃起来了，就是我真的，我现在想想，我真的是，我就在干什么？我就是打人不打脸，打脸也不能这么太过分吧？就是我本来人家寿星过生日，然后人家本来就喜欢你，然后你跟别人宣布在一起了，然后结果你俩还铁不廉耻的在人 KTV 里啃上了。但是真的开心，真的开心。从那以后，我身边几乎一个朋友都没有了。首先呢，那个网红的就是口碑不是特别好，大家都觉得他是个，用咱们俗话来讲就是烂货。对，用咱们俗话来讲是烂货，然后我又这么不会为人处事的伤了别人，然后又特别没情商。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在哈尔滨就是没朋友了，没朋友了，后来，然后我俩在一起没过多少天，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俩也是吃完火锅，然后送他回家，外边下着雨，然后我俩只有一把伞，那天的雨非常的大，风也特别的大，我俩天气又特别冷，伞又特别小，我俩抱着在雨中快跑，那一幕我至今我都难忘。然后把他送回家以后，我就自己回家。第二天，我们约了共同的朋友，然后好像是就开始商讨，就是一起租房子。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22年，其实我才22岁，存款没有，我记得那个时候手里好像只有2000多块钱，因为也是个月光嘛，2000多块钱，就是手里只有2000多块钱。哈尔滨那个时候租一个单间的话，大概是500多块钱，但是网红怎么能住单间呢？他肯定得住那种小公寓，那种小公寓都是1600一个月，我就2000多块钱。哈尔滨那边的房租是押一付三，也就等于你得有4个1600，等于你得有8000多块钱，啊不对，6000多块钱，对吧？你得有6000多块钱。然后租房的这个事儿我就挺着急的，然后紧接着后来就很多人就知道就是我俩在一起了嘛，就是大概有很多朋友，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就在哈尔滨里，就是稍微在新浪微博圈里有一点点小热度，他们就是慕名而来。一方面就是我们之前在新浪微博就认识，第二点呢，他们又听说我跟他在一起了，然后怎么样，然后就有的朋友就过来跟我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哎，你跟那个谁谁谁在一起了？我说是啊。我还挺喜欢他的，那个之前总看他新浪微博，是他的粉丝，你能不能让他过来咱一起喝个酒啊？没问题啊，你等着，我对象那个今天在家没过来，但是我现在能把他叫过来，你等着啊，等着。喂，老婆，是这样，那个你现在干嘛？我有个朋友想见见你，跟你喝酒。什么朋友啊？就新浪微博的一些朋友。你天天别跟他们混行吗？不是，人家是你的粉丝，想跟你见一下，你有空你就过来呗，一起喝个酒。等会儿下班了，我跟你一起去夜市。
不去，我现在都忙着呢，我现在要做点其他的那个小买卖。朋友都给我找好门路了，好像卖服装。哦，那你确定不过来？不是白里屠夫，我想跟你说，就是你交朋友啊，你得有选择性。你说你那些朋友能帮你啥呀？啊，除了吃吃喝喝能帮你啥呀？啊，所以你不来就不来呗，你这行，你别行，我都跟你说了，你有空你跟我这帮朋友接触接触，人家能给你介绍一些资源。你再说了，你现在说你接触他们，你有什么用啊？怎么的？就你朋友是朋友，我朋友就是渣子是吧？啊，就你朋友好，行了，不是我告诉你好话，你怎么就不听呢？你那些朋友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你再说你现在什么阶段，你还跟他们混？行了，你朋友最牛逼也行了，我挂了。哎，他来吗？那个他家里有点事儿，他不过来了。咱们喝，来，咱们喝。啊，咱喝，来。所以我俩就吵架了嘛，吵架了，吵架了以后，然后第二天我就没搭理他嘛，没搭理他，然后那个第二天他就去我哥那儿就找我去了，因为我那个时候跟我哥住在一起，我哥是开理发店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来了，我就一直没搭理他，然后他大概就是来了2次，3天来了2次，跟我说话我也不怎么搭理。我哥也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我是圈子里的，他说你朋友来你怎么不搭理他？我说太熟了没关系，不用那个怎么样。然后后来第2次来的时候他就生气了，然后就走了我就追出去，他就开始跟我大发火，他说怎么弄你还上纲上线了？我让你不跟你那帮朋友接触，是我错了怎么样？我说没错，然后我就开始哄他。然后怎么样？紧接着我们就吃饭去了，我就给他哄好了，吃饭了，因为正好是另外一个朋友请我吃饭。我说媳妇儿你别生气了。然后还有他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仨人，那边仨人，我们这仨人，然后一起吃的饭，然后那个一开始都挺好的，我们吃饭挺开心的，结果你知道真的是红颜祸水啊。因为那个时候我长得太好看了，太招风了，又爷们儿，哎，又单纯又爷们儿，太好看了。谁能想到那个时候我刚上个厕所，等我回来的时候，我看那个网红在那块不说话了，然后气氛特别诡异。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他们说这是你俩的相亲宴，是吗？什么？说谁？你俩的相亲宴是吗？白里图，我真没发现你还给粉丝这么多呀！你们胡说什么呢？这是我对象。啊，我们都误会了。哎呀，你看，就是确实是那个，哎呀，都误会了。你们别介意。我怎么能不介意？你当我对象说这些干什么呀？这没有恶意，就以为说你俩认识。哎呀，那谁啊？你别多想。你看，人家都希望你俩在一起。你们吃吧，我先走了。结果他就走了，然后我就去追，然后我们就坐公交。我记得那个时候坐公交，因为他那个站是始发站，然后往家里走，然后因为我们又在中央大街，那个站人特别多，他也没地方坐，他穿着夹脚拖鞋，然后我就跟着屁股后，他也不搭理我。然后后来车上人越来越多，然后他就因为他个子比较小，然后他就在那个人群当中被挤来挤去，然后我就过去，我就站在他旁边给他挡人。这个时候他才说话，他说：“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吧，我觉得
这几天的接触，咱俩真的不合适。就因为这个事儿，你明明知道这是误会，不是误不误会，白里透风，咱俩都挺优秀的，也不缺人，再考虑考虑吧。那跟你说，就这样，我们坐到那个终点站，然后他就不搭理我，不搭理我，后来就这样，我俩就分手了，就是从此以后再也没说过话，从此以后再也没说过话。这样我俩就断了联系，然后就算分开了。然后，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很痛苦啊，那个很痛苦，因为你其实你已经喜欢他，跟他在一起，就等于那几年，你生活当中一直被他影响，啊，一直被他影响。然后直到后来，那个时候是12年，然后我15年开始做直播。15年做直播的时候，我就去了北京了嘛，16年我去了北京，那个时候我就签到方糖做那个签约主播嘛，然后那个时候他也在北京，他就认识我们方糖的 CEO， 他们就是朋友嘛，然后他就在那个评论，就是在那个公司里问说，哎，那你们现在最牛逼的主播是谁呀？他说有3个，第一个是坑爹，第二是当时还有个谁来着，反正第3个是第一个是坑爹，第2个是熊宝，第3个还有叫百里屠夫的。百里屠夫是哪个百里屠夫？就这个百里屠夫。然后他看我照片，他说他做直播了。就这样，我们就是他就知道我开始做直播，然后有点热度，然后再后来就交集其实就断断续续的，也不是说大家想接触，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北京，然后有很多人，就是那个时候我在16年、17年在那个就是那个微信群里边，还总有我的表情，还有那个小咖秀之类的，也就小火了一下。再后来就是突然有一次，我回哈尔滨，他回哈尔滨，然后我在哈尔滨，然后我们就一起吃了个饭，然后他在我家住了一晚上，就是再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对他，因为从10年到17年、18年，其实已经经历了8年的时间。我对他的喜欢其实就很淡很淡，而且其实15年到17年是我迅速成长的一个阶段，所以就是对于名媛呐、网红啊这种生活呀、这种人群呐，我就太了解了，所以就知道他们有一些灰色的一些东西，包括他们就是行为啊怎么不太好，所以再见到他其实没有那种感觉了。但是我能明显感觉到他依然想用暧昧去控制我，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小赚了一点点钱，他就想通过暧昧，因为他住在我家里，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想就是说有一些关系，但没有，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不喜欢了，就是会觉得就是朋友，睡在一张床上你也不想拉手，你不像我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心都快跳出来了。为啥住你家里？因为他在哈尔滨没有家呀，他在哈尔滨没有家，牵绊都已经10年了，这不止10年啊！现在我们还有微信啊，我们去年我们今年我们还见着了，就现在再见到他都会觉得说他的长相没有怎么变，但是你会觉得他无论是因为我没有见到他不好的一面，所有人都跟我说他可能有一些
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但是因为我不是实际的经历者，但我确实会在他身上看到一些所谓的，因为这是我后期了解的，就是名媛的那些不好的一些习惯和伎俩，这是我后几年我才总结出来的，他确实有啊。但是你要说他有多坏，我没经历过，因为他也没骗我钱，因为我也没什么钱让他骗，能懂不？就是你知道，就是有网络上有很多的那个博主就开始撕他，就说他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一些事儿，然后被别人赶出家门怎么样？我看过这些人跟我爆料，但是我实话实说，我觉得我没见到他这些不好的面。相反的是，我对他的喜欢是源于我自己在成长，就是我逐渐的我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就是我真的到17年18年的时候，我逐渐的强大起来，迅速成长起来，我发现那些所谓的网红，他们不过如此。然后很多网红在要我微信，然后想跟我认识一下，我都没有，就是我都就觉得他就是一个人，普普通通的人，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是而且现在你对一个人的好感也不是因为外在了，也不是因为人气了，也不是因为他身材怎么样，就是因为感觉。你像我，你看我喜欢小大夫，我跟小大夫在一起，是因为感觉对了就是你现在的喜好就是不在乎那些东西了，对吧？就是什么长得好看、身材棒怎么样，我甚至会有一点点就是跟他们故意保持距离，就是故意保持距离。为什么？你就想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有很多人光鲜亮丽不工作，他的钱从哪儿来？他光鲜亮丽身材棒不工作，钱从哪儿来？那如果说他是通过一些途径去得到这个钱，你不会觉得脏吗？我会觉得脏，这就是很脏啊，我就是很脏啊。你比如说，就是你跟一个人最亲密的行为，就是我觉得我跟小大夫每天都会有一个特别亲密的行为，就是我们上班之前一定会亲一下。我跟小大夫上班之前他上班之前我们一定会亲一下，亲一下的那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不会舌吻，但是肯定是比嘴唇对嘴唇还要深刻一点的，这可能会你会尝到他的唾液。如果说你对他喜欢，你一定会有一些亲密的行为。但如果说他是一个不珍惜自己肉体的人，比如说你跟你对象经常舌吻，但是你对象经常出去搞破鞋，然后经常会吃别人的林俊杰，舔别人的 foot 捷豹，喝尿，你跟他舌吻，你不觉得我不行？对呀，觉得更刺激了。那你是变态，那你是变态孩子，觉得更刺激了，你变态。对，所以就是我现在觉得对那种光鲜亮丽的型不太感兴趣，而且我现在已经练就了一个什么，就是谁是老油条，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了。对，我现在已经是，只要你是个老油条，我一看，
我就知道，而且我现在就是谈恋爱啊，几乎没有看走眼的时候。嗯嗯，别太自以为是了。就是我现在就是也不能说完完全全100%，但是我现在基本上都能看出来，就是就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我剧组里有很多不工作的人，就是我剧组里边有很多不工作的人，所以就是那些不工作的人，我不是说他不好，哎，就是那些不工作的人，就我不是说人家不好，我是会就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的钱从哪儿来？他可能早晚会翻车，他翻车的时候刮到你了怎么办？你们能懂不？就是你比如说，你看龙二，我跟他走得近，为什么跟他走得近？因为龙二是做生意的。你看那个阿赞，我跟他走近，因为阿赞他是上班的。因为我都知根知底儿啊，我知道他们的收入从哪儿来。但有的人他就是不工作，然后他就有钱，他肯定这个钱他不是挣出来的，不是挣出来的。比如说，我就给你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一天他的那个钱来源的那个金主开始撕他了，撕他以后，然后就可能会连带一些人。